将由我和我们的资深拍卖人、古玩艺术品经纪人王老师一起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直播拍卖会。是的，那相信各位老朋友了解我们的都知道，这已经是我们中宏信云端网络举办的拍卖会的第3期了。对，那也非常希望各位藏友们在今天的拍卖会当中啊，可以来竞买成功。对的。那下面呢，我来宣布一下参与本次竞拍的平台，它们分别是一点、中宏信小程序、微拍堂、联拍在线以及一拍全球。那接下来呢，再跟各位藏友说一下今天的竞价阶梯。那竞价阶梯呢是1万内的加价幅度是500，1万到5万，是的，没错，1万到5万的加价幅度是1000，对，5万到10万的加价幅度的是2000，10万以上加价幅度是5000。对，在此呢还要跟我们的各位藏友说一下，当我们的现场出现了一个最高的出价的时候，我会以倒计时5秒的方式来通知大家。当您听到我的这个倒计时，意味着将是您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了。是的，是的。那如果在我倒计时之后还没有更高的出价出现，那么接下来我将会宣布，我们交易成功了。是的，我们就成交了。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呢，接下来我就宣布本次的拍卖会正式开始喽。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件藏品，是清代的和田玉猴挂件啊，非常的精美。对，那这件我们已经有朋友首先出价1000块钱了啊。哦，是。大家可能跟我们的心情一样，特别的迫切，是吧？啊，是的。对，因为今天呢，确实都是玉器专场啊。玉器呢，我们中国古人对玉器的要求啊，和这个精神追求是比较多的。而且玉器呢，由于它的这个玉质温润啊，我们中国人把这个玉器啊也赋予了5德，是吧？跟君子5德相对应，温良恭俭让啊。那这件呢，我们的第一件呢是一个玉猴，那这个猴子呢是呈一个半坐式状态。我们看一下图片啊，它一个这个左腿啊是侧着，然后呢右手扒着自己的这个左腿的下方小腿，然后呢它这个左手呢是捧着一个桃子，猴子呢是歪着头侧望。这个猴子本身的这个雕工雕得非常的传神，而且通过这个猴子脑袋上方这3道抬头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猴子的年龄是比较年长一点。还有抬头纹吗？有抬头纹，还有细致看，真的是有3道抬头纹，对，非常的细致。对，那后边呢，它这个背脊处啊，包括它这个，你看它的脊椎啊，雕的都非常的精细，非常的传神啊。那关于这个灵猴献瑞，其实有一个典故啊，我们民间传说3月3是西王母的生日，然后民间有一个重要题材就是什么八仙过海，但就是去给王母祝寿。是的，对。那么在八仙之前，其实还有2个祝寿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谁？是麻姑献寿。麻姑献寿，对，然后第2个呢就是白猿献桃。民间传说白猿呢是一个年龄特别长的一个猿猴，身上呢是纯白无瑕的白色的毛发，是的，然后他手里会托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寿桃送给西王母。那我们知道，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蟠桃就已经足够能够长寿了，对吧？没错。但是猴子送的这个桃子，传说比它那个蟠桃的功效还要强。是不一样的，和蟠桃是不一样的。对，比如说蟠桃吃一个能增加9000年，那它就增加18000年啊，它是一个double的这么一个对翻倍了。对级别。所以说我们这个清代、明清两朝，甚至于再久远的历史时期，这些人呢，他会把猿猴献瑞当做一个祝寿的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题材。是的啊，包括平时呢，猴子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寓意，比如说马上封侯，没错，封侯拜相啊，猴子本身呢，它身手比较敏捷，而且呢聪明伶俐，所以这个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这个祝福的语言啊。对，是有非常好的寓意。那现在大家可以出价了，对，大家可以出价啊，1000，对，已经有人出价了，还有没有？1500是吗？1500，我们的一拍全球是吧？一拍全球已经出价了1500，大家还可以2000了。对，喜欢的老师可以多出价啊，多出价。是的，可以来继续考虑。对，我看这个页面上已经显示2000了。好，我们这个第1号拍品最后边图片，我们有一个给大家。有一个给大家从公开的交易平台上查到了一个相关的参与资料，3000了，大家可以点进去图片去看一下最后那个参与资料是多少钱啊？是的，3000了已经，大家可以继续考虑3000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继续加的？3000了，是的。说到猴子，其实我就想到了非常的3500，好，3500，感谢，3500，4000。好，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参与啊，上海嘉禾在2022年1月1号元旦拍卖的时候啊，4500啊，曾经拍过一个这个猴子偷桃的一个板件，卖的是5万多啊，对，5万多，对，所以现在我们的5000，我们的中国信小程序5000，所以我们的空间还很大，相当大，非常大，各位藏友，对，5000了，朋友还有再加一口的吗？倒了我们这猴，对我们这个猴非常的细致，抬头纹，包括它的那个背后，5500。微拍堂5500，好，微拍堂5500，感谢5500，还有了，还可以继续考虑，5500，
哎呀，喝一口水润润嗓子啊。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送礼也非常的合适。对，因为这个猴，它一提到猴，我就想到了非常的聪明、机智。那是不是也寓意着叫高官厚禄呢？可以啊，也可以这么说，是不是？没问题啊，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留，或者是还是齐天大圣。是，而且斗战胜国送的这个桃还和就是西王母的那个蟠桃园的桃还不一样的，对啊，是 double 的功效。所以现在是5500了，还有没有继续考虑的？对，5500还可以再加，我觉得。对，还可以再加一加，像这么一个猿猴呢，这个镂空雕啊，加上这种玉质的比较细腻，现在市面上最少也得15000块钱。是的，所以我们的空间还很大。因为这个圆雕的那个它是感谢6000，感谢，好6000。大家可以继续考虑啊，6000还有没有？6500啊，我们的连拍在线6000啊，我们的微拍堂的6500，好，感谢6500，有没有加到7000的？有，可以，完全可以，是不是？可以啊。那我们再加一口吧，还有没有？哎，尤其是我觉得自己它的生肖就是属猴，对啊，那就完全可以去。或者说生肖跟猴是六合的也可以。哦，这个还有讲究。对，六合，比如说哪些生肖和猴是六合？比如说老鼠和龙。啊，这个是和猴六合的。不是，老鼠和龙是属于六合的啊。关于猴子跟哪六合，我还真不太知道，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对这种是比较讲究的，生肖的比较讲究，尤其是婚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你属这个，你属那个，人家生肖不太合，那可能说人家就说是不是啊，可以谨慎一下，是吧？是的，对，因为我们其实中国人比较信奉这些，对，大家可以查一查，像王老师说的，有一些是那个六合，对，所谓你的生肖是不是和猴是六合，我们大家可以去进一步看一下。那现在目前的是微拍堂出到了6500。现在6500还有没有？我们再加一口，还有没有再加一口的？6500，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的再加一口，对，是吧？喜欢的老师可以再出一出价啊。是的，而且就是和田玉，据我了解，它也是中国4大名玉之一呀，对，非常非常的珍贵。对，没错。6500还有吗？6500，好，那6500一次。还有吗？还可以加6500，还有吗？6500二次，趁这个机会，大家还可以再加一加了。对，就是喜欢我们第一件的是吧？和田玉，好彩头。对，和田玉猴挂件啊，非常的漂亮。那最后一次我倒计时5秒，好不好？各位藏友，最后的机会了，大家要把握一下我们的第一件，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好，现在目前是6500。我倒计时5秒，来，5、4、3、2、1，好的，6500，感谢。好，恭喜我们的买家第一件成交。是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件，哎，第二件也很不错，也是和田玉红劲兔挂件。我们刚送走了一个猴，接下来又来了一个兔。12生肖专场是吧？是的，哎，前面都是生肖啊。哎，据我了解，这个其实和田玉也是分好多种的，什么白玉、青玉、碧玉。刚刚那个是。感谢啊，3000，好，感谢。对，这是一个带皮色的、带红沁的一个圆雕的一个兔子啊。我们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这个兔子本身它表面这些光感特好，油润度特别强，对吧？非常的亮，哎，对，很润啊，而且上边它带有这种沁色啊，也是恰到好处啊。好比说这个兔子这个毛发是吧，红色的、灰色的，是的，包括它的屁股这块也是红色的，对，然后上面也是红色的，对，然后翻过来这一面呢就是白色的啊，这边就是白色的，所以这个也是工匠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工匠在雕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序，干嘛叫相石？相是照相的相，相就看相的意思，就他要看这块石头，它适合雕什么。明白。对，然后根据它的这种纹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玉石它是从新疆遥远地方运过来的，所以说它路途遥远，特别的珍贵。是的。所以说呢，工匠秉着不浪费的原则，会物尽其用，最大化的保留这个玉材的这个量，不去过多的去把那些粉末全雕掉。这个也是非常需要有精湛的技术。对，美学呀、设计。3500，我们微拍堂给到了3500，可以现在继续出价了啊，3500。对，我一边讲，大家一边可以出价，是的，不冲突啊，一点不冲突。对，是的。然后这个兔子呢，它整个它这个雕工还是非常的精湛啊，对，它整体是一料进行圆雕，其实它这个雕刻工艺有点汉代8刀的工艺。
4000，感谢4000，中红信小程序出到了4000，这有点汉代汉八刀的工艺啊。那八刀它不是一个就是说雕件东西只有八刀啊，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八刀呢是对汉代工艺极为凝练的一个高度的概括，就它雕一个器物，它简练的几道线条就可以恰到好处的勾勒出动物的神态以及人物的状态。那么这个兔子就是很典型的有点八刀风格的。是的。那它这个眼睛的这个位置呢，除了眼珠凸起之外，它外缘还凸起了一条起筋线啊，就好比这个眼眶往外凸的感觉。这么细致哦，我看到这个确实是在凸起的眼珠，它的周围还有一条线，眼眶，对，所以这个呢确实细节满满，对，是我见到的这种玉雕兔子里边算是工艺可能可以排在前边的，而且我们看一下兔嘴儿啊，前面也是有这种沁色的，是的，而且今年呢又是兔年，是吧？是的，这不就刚好今年就拍个兔子回家讨一个好彩头，4500，微拍堂4500，感谢大家可以继续考虑，可以继续来加一口，好不好？对，没错，老师说的是今年刚好是兔年嘛，5000，好，中红信小程序给到了5000，对。这件大家可以多出价啊，而且这个玉质啊，确实特别的温润，特别的好啊，而且品相也不错，这个沁色特别漂亮。好的，5500，微拍堂现在给出了5500，5500还有吗？5500，6000，我们可以继续6000，中红信小程序给出了6000，哎，对，这件我们好像也是有参与的，大家听我们讲授出价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后边的图片啊，图片非常的漂亮，细节刻画的就已经非常细致了，细节满满啊，对，哦，这个我们也有一个参与的图片啊。古天一2017曾经拍过一个这种清代的，也是带沁色的白玉片，拍的是161000元。161000元，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继续来加一下，朋友，还6500，微拍堂给出了6500，对，6500，朋友还有吗？我们可以看看图片啊，对，我们对比一下。而且就说到这个兔子，我觉得也是比较善于跳跃的，这就寓意着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一下就给越过去。这个解释很好，哎，突破自我，对，离成功又近了一步。7000，而且兔子其实在古代呢，它是代表多子多福哦，还有这样的一说。因为兔子和老鼠它都属于同一科属啮齿类的嘛，啮齿类没错，它一年能够生产好几窝，而且每一窝量很大，是的，少则5、6只，多则10几只，对吧？所以说一个成年的母兔，它一年大概能繁衍100来个这种。哎呦，那听您这么一说，确实是寓意着多子多福啊。对，然后还有呢，兔子寓意长寿啊？为什么呢？还有寓意长寿这一说，为什么？嫦娥前边月宫树下是不是有个玉兔捣药图？哦，是的，对，是的。所以说玉兔呢，它也是古代修炼者啊，一个精神图腾。那是不是也预示着无病无灾呢？可以啊，也可以是吧？你看我这会举一反三。我们陈老师是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啊。哎呀，过誉了。7500，微拍堂7500了，朋友们，7500这个兔子非常的漂亮。刚刚王老师让我看到了很多细节性的东西，对，包括它这个颜色呀。是8000，好，现在到8000了，还有吗？我们可以继续。8000，微拍堂8500。好，这件其实可以多出一下，这个东西确实很漂亮，很漂亮。8500，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图片。9000，中红信小程序9000，刚好今年也是兔年。对，各位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自留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9500就好了。要您的话，您就选择自留了，是吧？肯定自留啊。是的。看能不能再加到1万，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再加一口啊。对，来，现在是9500，还有吗？9500还可以继续加啊，还可以继续考虑。喜欢的抓紧呐，9500，不然我们要倒数了。是的，那这样，来，目前我们开始3次的倒数，9500一次，9500还有吗？好，9500 2次。1万，好的，1万，1万，朋友们，1万，小程序的1万吗？对，小程序的1万，还有没有？还没有，藏友们，这个兔子真的是非常的漂亮，1万还可以继续。刚刚老师也让我看了另外一件相似的一个藏品，是吧？已经16万1啊，对，16万1，所以真的，朋友们现在可以赶紧考虑考虑啊，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个1万，还有吗？1万。好，1万一次，1万，1万2次，还有吗？即将倒计时了，各位藏友们。好，进入倒计时，5、4、3、2、1，1万，感谢。好，恭喜2638，借我用一下。啊，给您。好的，我们下一件，
和田玉瑞兽挂件，也非常的漂亮，是一个瑞兽啊。瑞兽啊，对。关于瑞兽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历代以来都有雕刻啊。瑞兽自然是代表祥瑞的。那它的摹本呢，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中国上古奇书《山海经》啊，《山海经》里边其实有很多奇异的这种兽嘛，对啊，有禽有兽。那其实像这种瑞兽，我们看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狮子状态的一个是的，兽首啊，哎，狮鼻阔口怒目，然后耳朵趴在这个两侧之上。对，3000，大家可以继续出价。对，继续出价啊。整体是一个趴卧式的状态，身上呢有这种自然的沁色啊，然后它这个尾部是雕了一个像一个灵芝似的，又像桃子这么一个如意云头式的状态啊。那古人认为呢，配瑞兽呢，其实可以驱百邪纳吉祥啊。对，是的，驱百邪纳吉祥。对，其实百是一个这种约束啊，就所有的这个不好的东西都可以给驱掉啊。而且这种兽类的啊，一般在古人里边，它是代表什么？代表着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哦，对，而一般文人他带兽的比较少，一般武将比较多一点点。是的，是的。对，3500，好，3500，大家可以继续出价，3500，4000，好的。感谢我们一拍全球，4000，继续考虑。对，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图片啊。我们一边讲，并不耽误大家出价啊。是的，大家赶紧就可以，就是有喜欢的就可以同时出价了，一边听王老师讲，一边出价。对，这个我们也有参考，也有参考。这个江苏万达11年拍过一个类似的啊，但56000是吗？他这18世纪的，也就是大概清代中期的啊，拍的是56000元啊。56000是的。对，我们这是清代的，是我们是清代的，年代大概差不多啊，差不多，大差不差。对，这个玉质也是非常的好啊，身上这种沁色，大家也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红润。雕工呢也是采取圆雕的这么一个工艺，跟刚才那个兔子的那种工艺是类似的。圆雕呢就是它用尽量的这种保存这个4500玉质的情况下，不去过多的镂空，不浪费玉料，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时代特征。是的，4500。周鸿信小程序出到了4500，还可以继续考虑4500。而且这个瑞兽，首先瑞表达了祥瑞、平安长寿，对，吉祥啊，国泰民安是啊。然后这个兽，刚刚老师也说，比如说有寓意着大展宏图，对，长寿富贵，对，然后就是等级地位这么一个象征，是对。所以像这种呢，一般来讲，因为在古代里边，它有一个这种礼制啊，就是没有身份的人不允许配玉。还有这样一说，对，所以必须得是有身份的达官显贵才可以佩戴玉，最起码你得有功名。是，对，5000，好，5000，周鸿信小程序出到了5000，朋友们继续考虑，还可以再加啊。对，5000，君子吧，君子比得如玉，君子无故玉无其身。什么是君子？读了圣贤书的是君子。是的，我们形容一个人也说温润如玉。对，佳人也如玉。是的，5000，还有吗？还可以继续考虑，5000。微拍堂5500，感谢5500。那刚刚王老师也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相似的藏品，拍出的价格是56000啊。现在我们目前是5500，还有吗？可以继续考虑。对，喜欢老师接着加啊。是的，咱不说56000了，反正这样的小玉器，现在市面上17000-18000没问题。对。清代的啊，品相好，6000，尤其是刚刚和那一件一对比，真的是觉得您说的就17000这个就轻轻松松了，对，现在是6000，而且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把它买来送给孩子，就是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对，有一个很好的期盼，对，就这件我觉得送领导更好送领导更好，是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大家可以看看啊，到底适合送谁？6000还有吗？还可以继续再加一口，6000，来，网络的各位，6500微拍堂啊，各位藏友们，6500，来继续考虑一下，还可以再加一口6500，能加到7000吗？7000，好，我们的一点藏友已经加到了7000，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多细节之处。对，其实越看越漂亮，越看越喜欢。其实拿在手里看最好。7500，微拍堂7500，感谢7500，还有吗？7500，8000，周鸿信小程序，来感谢8000，我们看一看还能不能冲到1万破万，因为它真的是我觉得是物有所值的，是的，对，物有所值的，对，1万块钱买太合适了啊，是的，来8000还有吗
刚刚2个我们是生肖，这个是瑞寿。瑞这个字是吉祥、安详、长寿的意思。是的。8000，还有吗？好，8000一次。好，8500，微拍堂8500，还可以继续。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喜欢的朋友、喜欢的藏友？可以再加一手啊，可以再加一手。是的，完全可以再加。对，9000，中红信小程序的藏友们给到了9000，有识货的啊。确实好，确实好。对。无需纠结。对，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看的就是一个眼缘和缘分。是的。我第一眼就相中了，可能就真的是有这个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啊。对，而且这些古代的这个玉器，它很少能遇见同样的第二件。还有这样一说啊？很少啊，就同样的瑞兽，就说我们题材，咱说清代的瑞兽，你找100个，它每一个总有细微的差别。就是完全不会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了，几率很低，很低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几率很低，对，不能说那么绝对，对，因为都是手工做的嘛。那所以说很难得呀，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自己拍到的就是独一无二的，可以大概这么理解一下。对，来，所以说这就可以作为爱情的象征。哎呦，这又延伸了，王老师真的，送给你的女朋友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对，来9000，确实是啊，我们可以送给领导，送给孩子，包括送给伴侣都是可以的。9000还有吗？对，来，9000一次，9000一次，9000，90002次。接下来要倒计15秒了，各位藏友们，这是您最后的出价机会了。好，5、4、3、2、1，好，9000，感谢，9000。好，接下来，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4号了吧？第4号，对，是玛瑙封喉腕带挂件，也非常的好看。对，一说到这个，先给我看一下，是一个玛瑙的，俏色的。是我发现它这是头的部分是吧？头的部分它是一个黑色的，2000。好的，现在可以继续出价了，朋友。包括2个头，全都是黑色。头下面这个是什么呀，老师？蜜蜂啊。是个蜜蜂。封喉嘛。是的，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对，大家知道，其实玛瑙这种材质呢，它也是天然形成材质，但特别硬，它的质地，对吧？玛瑙的硬度，我印象中好像比玻璃还要硬，它是可以划玻璃的。哇，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它比玻璃还要硬。对，你们家这是有玛瑙的？我的家乡是吗？戈壁滩那肯定是有的。那我回去一定要淘一下。可以找，可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玛瑙，其实它的这种质地特别的通透啊。我们观察大家看一下，特别的通透。好，2500，像冰糖一样通透。微拍糖2500。然后它这个上边的工匠是巧妙的利用了这个黑色的这个皮色，巧雕啊，2个喉相对应，趴卧在灵芝树上，然后中间呢是有一个展翅飞的一个小蜜蜂，所以曲意呢就是3500，曲意就是封喉。3500。然后下方呢是它爬在一个灵芝树上啊，我们看一下这背面全是雕刻的这种灵芝镂空啊，浮雕，它这浮雕是1层、2层、3层工啊，这个在雕刻中属于比较高等级的这种雕刻工艺了啊。而且整体这个除了这个灵芝和猴子之外，其实它这个镂空的部位还取了一个什么妙处呢？大家知道吗？什么妙处呢？有点像洞庭石。对，你看一下它这个就是中国的赏石嘛，是的，就在南方那种庭院石，它做的非常好。对，赏石文化就是透皱露瘦。4000，对，这里呢把给到了4000和露和透啊雕琢的非常非常好啊。导播可以给切一下我们的切片，因为这个直播距离比较远，他可能看不清楚啊。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的图片。这件东西确实非常非常棒啊！是的，我个人是目前来讲，我是比较喜欢这一件的啊。目前是王老师比较中意的是这一件。对，比较这一件。4500，中红信小程序给出了4500。对，那我们第一件是猴子，这第4件是封喉。5000，微拍糖给出了5000。对，封喉腕带这个名字也好听啊。对，因为它后边呢是有这个蜿蜒的这种枝蔓。5500。对，而且后边还有这种飘带，你看这是不是飘带嘛？对，所以就封喉腕带的意思。6000。可以继续考虑6000。对，刚刚老师说那个浮雕3层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难的、非常难得。6500，工上工。工上工就是我们看啊，就比如说他把这个猴子浮雕出来之后，然后身上6500雕这个抬头纹，里边还有眼睛。是的，也有抬头纹。对，然后这边这个灵芝，一般都是说玉雕把灵芝的形状雕出来就 OK 了，然后它在上面还雕出这种卷云式的。是的。所以把灵芝那种祥瑞那种7000那种感觉雕得非常非常好。是的，微拍糖给出了7000。对，这件呢，玛瑙的这种清代的玛瑙其实都属于贡品啊，它的等级比较高，所以这个呢，我提醒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
是的，对，这个毕竟也是王老师目前来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件啊，所以我在灯光下拿手一挡，它特别非常通透，对，非常的通透的啊，非常漂亮，而是2只猴子。是的，2只猴子有什么讲究吗？一公一母吧。这个也是可以送给伴侣是吗？可以，一公一母啊，不是，其实封侯万代这种啊，特别适合送给军界的朋友。军界的朋友，对，比如说7000，从军的啊，侯嘛，侯氏也是意味着可以步步高升，是吧？对，官职可以就是一点一点的来递增，是的，未来大展宏图。但是说我们除了这个外面之外，它依然有吉祥如意啊、长寿富贵的意思啊，这个也可以。是的，而且说到了封侯万代，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叫什么“千秋万代子孙贤”。对，很好。7500，对，7500。来，我们继续考虑，看能不能加到8000。有喜欢老师抓紧啊。是的，我们这件藏品细节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是的，而且我们刚刚就这件藏品已经介绍了很多东西啦。对，8000，微拍堂给出了8000，雕工很棒啊。是的，雕工很棒，还可以继续考虑。现在目前是8000，而且品相好。晶莹剔透，非常的漂亮。没有磕碰，这挺难得的。是的，一般来讲说是会有一些吗？很常见是吧？对，有一些磕碰是比较常见的。因为玛瑙质地虽然硬，但脆。它脆，相对于玉来讲，玉，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用玛瑙做一个球，然后再用和田玉做一个球，在那个大理石上拍，8500，和田玉球是会弹起来的，但是玛瑙啪就碎掉了啊。对，原来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们这一件它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挖槽，没有任何的挖槽，没有瑕疵啊，没有瑕疵，非常难得。8500，看能不能再加到9000，还可以继续加8500，还有吗？8500，如果您身边有那种从军的，我觉得就像王老师说的，非常适合啊，我们可以就买一件送给。首先寓意非常的好，对，其次呢也是很有价值的。是的，无论是收藏价值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我觉得可以考虑啊。送礼他都不知道送什么，对吧？是的，你去，比如你从商场里边买这个，买个那个的，它毕竟是有一定量的。没错啊，就这种东西呢，你送给他一件之后，可能啊，他除了从你这儿之外，他从别的地方可能找不着。所以说，既有观赏价值，又有收藏价值。最重要是他看见东西就会想起你来。是的，它纪念意义更强。对，睹物思人嘛。是的，而且像这样的藏品，一定会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而且天天看，携带的，是的，佩戴，天天想起你。对，贴身佩戴。好的，8500还有吗？8500，来，8500一次，8500两次，8500还有加一口的吗？那下面我要倒计时了。好，5、4、3、2、1，8500，谢谢，好，感谢，恭喜886。